今天這期內容，我們不講空話，不繞彎子，直接撕開當今世界最虛偽、最雙標的真相。先把一句核心定論放在最前面：強盜永遠是強盜。歐美國家以及他們麾下的那些附庸國，時至今日骨子裡的掠奪本性從來沒有變過。他們這套玩法幾十年如一日，簡單又赤裸裸。但凡對他們有利，他們就滿嘴高喊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要求全世界遵守契約，尊重產權、自由貿易、公平競爭。可一旦中國企業崛起，搶佔他們產業優勢，動了他們的霸權蛋糕，對他們不利的時候，所有規則、契約、公平全部作廢。他們只會甩出一個萬能借口：國家安全。不用證據，罔顧標準，沒有底線。只要想打壓、想搶奪國家安全，就是他們毀約、搶資產、趕中企的最強武器。很多人會問，為什麼最近幾年針對中國企業的海外掠奪突然集中爆發？從特朗普上台強搶 TikTok， 到2025年以來，荷蘭搶安氏半導體，英國搶英國鋼鐵，巴拿馬收回運河港口，印尼驅趕中國稀土企業，一樁樁、一件件看似分散的事件，根本不是偶然的經濟摩擦，而是美國精心布局、层層升級，主導全球的對華遏制組合拳。美國的操盤手段極其陰毒狡詐，自己親手下場立規矩、做示範，開創用國家安全掠奪中資的先例，再通過政治脅迫、經濟捆綁、軍事施壓，逼迫所有歐盟盟友、地緣附庸國集體跟風出手，在全球各大賽道圍剿中國企業，破壞中外合作關係。他們的終極目的就是制造混亂，亂中取利，把中國的海外產業鏈、經貿布局、國際合作徹底搞亂，讓中國和世界各國產生矛盾對立，最後全球市場動盪，各方受損，唯獨美國能穩住霸權，收割紅利，坐收漁利。今天我們完整復盤全套事件，拆解美國陰謀，最後談談中國的系統性應對之策。我們先從這場全球掠奪的源頭講起。特朗普時代強搶 TikTok， 正式開啟了美國霸權無底線收割中企的新時代。時間回到2020年，特朗普執政時期， TikTok 作為中國出海最成功的互聯網產品之一，在美國合規經營、合法納稅、接納本土就業，積累了 1.7 億美國用戶，全程遵守當地所有法律法規，沒有任何違規違法行為。但他最大的罪過就是打破了美國社交平台的長期壟斷，憑借過硬的產品競爭力，搶走了美國本土互聯網企業的市場和流量。就在 TikTok 發展如日中天的時候，美國的強盜嘴臉徹底暴露。特朗普政府直接援引冷戰時期的老舊法案，不講證據，不做查實，不談商業規則，單方面給 TikTok 扣上國家安全威脅的大帽子。連續發布2道總統行政令，強硬下達最後通牒：字節跳動必須限期低價剝離出售 TikTok 美國業務，不賣就全面封禁，徹底關停。這是什麼？這就是堂堂主權國家明目張膽對一家民營中企的暴力搶劫。一家合規經營、憑實力競爭的企業，僅僅因為競爭力超越了本土對手，就被美國國家強權逼迫賤賣核心資產，拱手讓出市場。後續幾年，美國兩黨對華遏制的強盜邏輯高度統一，從未鬆動。拜登政府延續打壓套路，2024年正式簽署法案，給出270天的最後期限，強制要求字節跳動剝離 TikTok 業務，預期永久封禁。2025年，特朗普再度上任，依舊死守不賣就禁用的掠奪政策，只是短暫放寬執行期限，始終沒有放棄收割 TikTok， 打壓中國互聯網出海的核心目的。哪怕 TikTok 多次合規整改，主動讓步，美國依舊層層加碼，步步緊逼。TikTok 事件為全世界留下了一個惡劣至極的霸權先例。美國可以無視一切商業契約、國際規則，只要中企變強，威脅到自身壟斷地位，就可以動用國家力量，隨意打壓、隨意掠奪。這套模板確立之後，美國立刻開始複製推廣，
脅迫自己所有的盟友和附庸國集體跟風。從2025年開始，一場覆蓋科技、重工、資源、港口、稀土全產業鏈的全球搶中企狂潮全面爆發。所有國家的操作套路和美國搶 TikTok 一模一樣。首先是高端科技賽道，在美國直接施壓下，荷蘭公開搶奪安氏半導體，精準打擊中國芯片產業鏈短板。安氏半導體原本是荷蘭飛利浦旗下的芯片部門，常年連年虧損，技術滯後，瀕臨淘汰，沒有任何西方資本願意接手盤活這個爛攤子。2019年，中國文泰科技拿出340億真金白銀，經過荷蘭、歐盟層層合規審批，合法全資收購這家企業。收購完成後，中方沒有掏空技術，沒有轉移資產，反而持續投入巨額資金，迭代技術，升級產線，全球擴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盤活經營，硬生生把一家瀕臨破產的虧損企業做成了全球頂尖的車規功率半導體龍頭。到2024年，安氏半導體淨利潤逼近23億，同時穩穩保住了荷蘭當地的就業。當地的就業、稅收和產業鏈穩定，可以說是中國的資金、技術和運營救活了這家荷蘭企業，盤活了當地產業。可就在企業技術成熟、價值拉滿，進入穩定盈利期，即將為當地持續創造紅利的時候，在美國的強勢脅迫下，荷蘭立刻背刺翻臉。2025年9月，荷蘭辦出塵封70多年的冷戰老舊法案，用一句模糊、沒有任何量化標準、無從查證的經濟安全風險，直接凍結安氏全球30家子公司的所有資產、核心專利和人事權限。隨後，當地法院直接罷免全部中方管理層，將企業核心經營權、決策權整體移交第三方托管。最終結果極其離譜，中方投入幾百億真金白銀，承擔多年虧損風險，最後只留下一紙控股權，徹底喪失技術控制權、經營權和收益權。文泰科技因此巨虧87億，直接瀕臨退市，完美詮釋了什麼叫中國種樹，西方摘果；中國輸血，西方收割，是科技領域最典型的強盜掠奪。第二起重磅案例，重工業領域的赤裸掠奪。英國無償徵收英國鋼鐵，徹底撕毀西方標準的契約精神。2020年，英國鋼鐵深陷巨額債務，徹底資不抵債，隨時面臨破產倒閉，2000多個本土崗位岌岌可危。當時，所有英美西方資本全部袖手旁觀，無人接盤，沒人願意接手這個虧損爛攤子。關鍵時刻是中國敬業集團挺身而出，出資7000萬英鎊接手企業，隨後6年時間裡累計追加12億英鎊的巨額投入，幫企業償還歷史債務，更新老舊設備，改造綠色煉鋼產線，優化生產體系。在中方的全力運營下，這家垂死掙扎的鋼廠產能利用率從5%飆升至85%，不僅起死回生，還穩定了英國軍工、基建、風電等核心產業的鋼材供應鏈，保住了2000多個本土就業崗位。那幾年，英國政府多次公開誇讚中資靠譜、合規守信，貢獻巨大。可等到產業徹底回暖，經營穩定盈利，產業價值徹底兌現之後，在美國的外交施壓和產業裹挾下，英國瞬間翻臉不認人。2025年4月，英國打破數十年的立法慣例，周末緊急召集議員，僅用6.5小時就閃電通過專項法案。政府直接派駐團隊接管鋼廠，單方面剝奪中方所有經營權、收益權和投資決策權。到了今年2026年7月，英國正式落地國有化法案，將英國鋼鐵100%股權無償收歸國有。中方累計12億英鎊的真金白銀投入，英國單方評估的補償金額不足1億英鎊，幾乎等同於無償掠奪。這已經不是商業競爭，是主權國家明目張膽的搶劫。除了歐美核心盟友，美國還深度脅迫東南亞、拉美附庸國，在戰略資源、全球物流2大命脈賽道全面圍剿中國企業，斬斷中國海外布局。
第一個就是印尼驅趕中國稀土企業，搶奪中國海外戰略資源根基。稀土是新能源、高端製造、軍工產業的核心戰略資源，是各國必爭的產業命脈。此前，大量中國企業赴印尼合規投資，自帶資金、技術、設備，深入當地勘探礦山，搭建深加工生產線，培養本土產業工人，從零開始幫印尼盤活稀土資源，完善產業鏈體系，大幅帶動當地稅收和就業增長。中方承擔了前期勘探失敗、基建投入、技術摸索的所有風險，好不容易把當地稀土產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做成熟。就在產業即將兌現紅利的時候，在美國的持續游說、外交施壓、地緣脅迫下，印尼突然變臉，以本土資源保護、國家安全為借口，出台一系列嚴苛的針對性政策，層層加碼，抬高中資准入門檻，強制限制中資持股比例，擠壓中資經營空間，最終批量驅趕深耕當地多年的中國稀土企業，獨佔所有產業紅利，徹底斬斷中國在東南亞的稀土資源布局。套路和歐美國家一模一樣，利己掠奪的本質毫無差別。第二個典型案例，巴拿馬強行收回運河港口，斬斷中國全球物流大動脈。長江和記實業在巴拿馬運營2大核心集裝箱碼頭，近30年時間裡全程合規經營，信守商業合約，持續投入資金升級港口設施，優化物流體系，極大帶動了巴拿馬當地的物流產業發展和稅收增長，是巴拿馬最優質、最穩定的外資合作方之一。但巴拿馬作為深度依附美國的附庸國，完全聽從美國的地緣指令。2026年，在美國的直接授意下，巴拿馬突然推翻存續數十年的合法商業合約，當地法院惡意裁定合作協議違憲，政府直接出動力量行政接管港口，禁止中方管理人員入場營運，單方面撕毀具備完整法律效力的長期契約。這一系列橫跨互聯網、芯片、重工、稀土、港口的掠奪事件串聯在一起，真相一目了然，沒有一樁式孤立事件，全部是美國精心策劃、統一指揮的對華遏制組合拳。美國的整套操盤邏輯陰毒且清晰。第一，親自下場立壞規矩，以 TikTok 事件打造掠奪模板，告訴所有附庸國，針對中企不用講規則，不用守契約，無限泛化的國家安全可以當作萬能打壓工具，收割中資零成本無風險。第二，脅迫盟友集體跟風，制造多邊對立。美國不親自包攬所有打壓，而是通過政治捆綁、貿易制裁、軍事威脅，逼迫全球附庸國同步針對中國企業，把中美雙邊博弈強行扭曲成中國與多國的經貿對立，消耗中國外交和經貿精力。第三，刻意制造混亂，亂中取利，各國紛紛撕毀合約，搶奪中資資產，會徹底打亂中國的全球產業鏈布局，破壞中外合作根基，損害中國國際信譽。局勢越亂，中國發展阻力越大，美國就越能鞏固全球霸權，收割全球產業紅利，穩穩坐收漁利。第四，極致的雙重標準貫穿始終，西方資本全球併購、收割各國資源就是自由市場，規則正義；中國企業合規出海、平等經營、憑實力競爭就是安全威脅。規則的解釋權、修改權、執行權完全被美國和西方陣營壟斷，只為自身霸權利益服務。面對這套有組織、有預謀、層層升級的全球強盜式圍剿，我們單純憤怒、口頭吐槽、被動抗議已經完全不夠用。想要破局、反擊、掌握主動權，中國必須搭建國家、企業、產業3層立體應對體系，從被動挨打轉向主動防禦、精準反制、長遠破局。首先是國家層面，徹底告別被動忍讓，建立對等反制、強硬維權、分化破局的完整工具箱。第一，落地對等反制立法，終結收割中國零成本的亂象，完善跨境投資反徵收條例，細化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則，
確立剛性原則，對方怎麼對待中國企業，我們就怎麼對等反擊。凡是在美國脅迫下借國家安全名義掠奪中資資產、回溯推翻合規交易、單方面撕毀商業合約的國家和企業，我們一律對等限制其在華併購權限，凍結其在華核心經營性資產，取消所有稅收和產業優惠，讓其付出實實在在的經濟代價，不敢隨意跟風作惡。第二，精準分化美國同盟體系，拆解包圍圈，不搞一刀切，堅持區別對待，精準施策。對於主動跟風美國、惡意收割中企、主動破壞合作的附庸國，堅決精準制裁，強硬外交施壓。對於堅守契約精神、堅持對等互利、不盲從美國打壓的國家，持續深化經貿合作，加大投資扶持，拓展產業合作空間，精準撕裂美國的盟友抱團格局，讓美國的脅迫圍堵策略徹底失效。第三，搶占國際規則和輿論高地，揭穿西方雙標真相，在 WTO、聯合國、上合、金磚等多邊國際平台，持續系統性曝光美國及其附庸國的強盜邏輯和虛偽本質，揭露其借國家安全之名行掠奪遏制之實的真實目的，推動建立公平、透明、可量化的全球外資審查規則，廢除各國濫用國家安全干預商業合作的霸權特權，重塑公平合理的國際經貿秩序。第四，重構全球投資布局，分散出海風險，主動降低對歐美高風險陣營的產業依賴，把核心海外投資產業鏈布局重點轉移至金磚國家、上合組織、東南亞、中東、拉美等政策穩定、信守契約、平等互利的市場，同時搭建國家級海外投資風險保障體系，設立專項維權基金，為遭遇掠奪、驅趕、徵收的中企提供外交背書、法律仲裁、資金兜底的全方位支持。其次是企業層面，徹底轉變出海思維，從盲目擴張、重金併購轉向風控優先、架構隔離、風險前置的穩健模式。第一，高敏感戰略賽道，杜絕重資產全資併購，歐美半導體、核心稀土礦產、樞紐港口、特種鋼鐵等美國重點圍堵的戰略賽道，不再投入巨額資金全資收購，優先選擇參股、合資、技術授權、輕資產合作模式，避免一次性巨額投入被對方一鍋端收割，從源頭降低被掠奪風險。第二，核心技術與海外實體徹底切割，物理隔離，所有底層專利、核心工藝、核心研發技術全部留存中國境內母公司，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海外子公司、工廠僅獲得有限的生產和運營授權，哪怕海外資產被接管、被徵收、被驅趕，我們的核心技術、產業命脈完全不受損失，守住核心競爭力。第三，深度本土化綁定，抬高對方掠奪成本。海外運營過程中，主動僱傭本土管理團隊，深度綁定當地上下游產業鏈，帶動本土就業、稅收和產業發展，構建穩固的利益共同體。一旦當地政府在美國脅迫下強行收割中資資產，本土產業和民眾會同步承受巨大損失，倒逼當地政府不敢隨意跟風作惡，撕毀合約。第四，合約前置風控，築牢法律防線。所有海外投資、併購、合作協議中，必須提前寫入反徵收、反掠奪、公允賠付、國際仲裁的剛性條款。一旦遭遇政治化掠奪和違約行為，立刻啟動法律追責、仲裁維權，最大化挽回企業損失。最後，也是最根本、最徹底的破局之路，堅持核心產業全面自主可控，從根源上破除霸權拿捏。大家要明白，美國及其附庸國之所以敢肆無忌憚組團搶劫中企，核心底氣就是過去我們在部分高端科技、核心資源、關鍵重工領域存在技術和產能短板，需要依賴海外併購、海外資源補短板，有把柄被對方牢牢拿捏。想要徹底終結這套強盜邏輯，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強。未來我們必須在互聯網平台、高端半導體、
特種鋼材、稀土深加工、港口物流、高端裝備等所有被重點圍剿的核心賽道，持續加碼國產基礎研發，自建完整產能，完善全鏈條產業布局，搭建國內主力產能加多國輕量化海外基地的雙備份體系，實現核心技術自主、核心產能可控、核心資源自保。哪怕海外資產被搶、被卡、被驅趕，國內產能可以立刻補位，完全替代，讓美國的圍堵、脅迫、掠奪組合拳徹底失效，毫無用處。最後，咱們做一個終極總結：100年歲月流轉，世界格局更迭，但歐美及其附庸國的強盜本性從未改變，雙重標準從未收斂。有利可圖時，規則、契約、公平、秩序全是他們的話術。競爭實力忌憚中國崛起時，國家安全永遠是他們掠奪打壓的萬能借口。從特朗普打劫 TikTok 開啟霸權掠奪模板，到2025年荷蘭搶芯片、英國搶重工、巴拿馬搶港口、印尼清稀土，所有事件都是美國亂中取利、遏制中國的連環棋局。面對不講道理、只講利益的霸權體系，單純講道理、守規矩遠遠不夠。未來我們既要硬氣維權、對等反制，打破對方收割特權，也要調整出海布局，築牢風險防線，更要咬牙攻堅、自主自強。只有我們掌握核心技術，掌控全鏈產能，擁有對等反制能力，徹底擺脫外部拿捏，才能真正撕碎西方的雙重標準，讓這群百年強盜再也不敢隨意收割中國企業，掠奪中國的發展成果，真正守住中國企業的海外權益，牢牢守住中國的發展底氣。好的，本期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大家，我們下期見。